93大阅兵，全世界都在看武器和排场，但最震撼的画面却是来自习近平本人，他的器官很可能已经被换过。直播里他多次停步，脸色发黑，头部肿胀，甚至出现抖动。紧接着他和普京的对话被完整收音，谈的不是军事，不是外交，而是器官移植和长生不老。普京事后还亲口承认，是的，习近平当时就在谈这个。这一刻，网络瞬间炸裂。所谓国家大典，究竟是在展示国力，还是在曝光集权领袖的续命黑幕？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王真。这场阅兵本该是习近平展示民族荣耀的舞台，但从他异样的身体状态到现场氛围，却处处透出一股病态与恐惧。网络上疯传法新社拍摄的阅兵画面，不同于央视精心包装的宏伟庄严。法新社的镜头直接捕捉到整场阅兵散发的冷冽阴邪气场。不少网友评论说，这根本不是胜利大典，而像是二战前夕法西斯的战前动员。队伍整齐划一，士兵面无表情，气氛压抑到让人不寒而栗。有人直言，这一幕活脱脱的就是希特勒阅兵的翻版。事实上，这并非错觉。1939年4月，德国为庆祝希特勒50岁生日，举行了当时史上规模最大的阅兵。5个月后，希特勒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如今，北京的93阅兵同样打着纪念胜利的旗号，却流露出几乎一模一样的战争动员氛围。阅兵当天，中共党魁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前往阅兵会场时，习普谈论器官移植和长生不老的内容被直播，令舆论哗然。有大陆网民向海外爆料的截图显示，9月3号150的微信指数出现异常飙升，数值日环比暴涨 9650.24%， 达到了336万多的高点。很多大陆民众对习普大谈器官移植和长生不老感到愤怒。中国大陆司法系统学者刘先生表示，两个最大的专制集权政体的最高头目公然讨论器官移植长命百岁的话题，暴露出了他们残酷压榨底层人矿、视人民如草芥的邪恶嘴脸。他们移植的只能是底层草民们的器官，绝不可能是底层草民移植他们的器官。这也符合整个阅兵呈现的穷兵黩武、耀武扬威、暴力展示、挥霍工币、对底层草民实行恐吓的邪恶调性。目前，习普对话在中国大陆网络已经被封杀，但该视频被 BBC 等多家外媒保存。普京事后在记者会上证实了和习近平谈到器官移植和长寿的话题。他说，是的，我们去参加阅兵仪式的时候，习主席就在谈论这个。干净世界正新制作发布独家消息指，普京为什么要在这个场合与习近平谈论长生不老呢？从直播画面可见，习近平在上天安门城楼台阶时共休息了2次，在上到天安门上之后，习近平显得走不动了。普京和金正恩都一度走到了习近平的前面，其明显体力不支。可以看到习近平脸色发黑，头部肿胀，在观礼台上头偏向一侧并不时地抖动，显示出一副病态。外界也一直流传着习近平身体不好，曾2次中风，并曾心脏病发作。那么是否普京知道习近平的身体情况，并且也知道中共一直有活摘器官的传统，知道习近平做了器官移植手术，才拍习近平马屁说他可以长生不老呢？有经历过器官移植的网友指出，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人之后一段时间出现皮肤发黑现象的几率是存在的。时评人吴建民认为，习普讨论器官移植活150岁是痴梦，因为科学上大脑不可移植，免疫力会衰竭，药物有副作用等等，是无法实现的。独裁者穷奢极欲，很难长命。这场阅兵在9月3号上午9点正式开始，持续约70分钟。据官方报道，此次阅兵耗资约360亿元人民币，这是美国总统川普阅兵费用的125倍。
阅兵现场放飞了8万只鸽子和8万只气球，但这些鸽子从9月2号起就被禁食进水，为了防止在飞行中玷污现场或造成尴尬。阅兵参与者包括数万名军人、老干部、老兵、演艺界名人、企业家等等。他们从当天清晨3点起就进入到场地，一站就是10几个小时，因为没有厕所设施，就只能使用尿袋。官方数据显示，参与阅兵的部队包括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多个军种，总兵力超过1万人，展示了包括东风系列导弹、歼20隐形战机、99A 型主战坦克在内的武器装备。中共这场阅兵尽管表演的整齐划一、正步进行，但是在现实中国经济持续下行、民生困苦持续扩大的背景下，也引发了百姓的愤怒和劳民伤财的批评。那些看着阅兵式就颅内高潮、盛赞中国牌面的爱国粉，应该知道这些强大的武器方阵就是你行走的社保、医保、退休金、税、罚款、房贷等等。中共领导干部的子女没有一个去俄朝这些来捧场的友好国家留学、置业、结婚生子，他们都在美日欧加澳这些敌国呼吁你去当炮灰。9月3号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端门迎接为阅兵式捧场的外国政要。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携女儿到来时，习近平吸取了3天前的教训，只与佩泽西奇扬握手寒暄，没有向他的女儿伸手。不过，习近平身后的彭丽媛远远的就向佩泽西奇扬伸出了右手，佩泽西奇扬则将右手放在胸前，一直回避，场面颇为尴尬。彭丽媛接下来与佩泽西奇扬的女儿握了手。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外交尴尬了。就在3天前，8月31号，习近平夫妇在天津迎接出席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国际政要时，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当时，习近平与马来西亚元首伊卜拉欣握手后，接着向元首夫人伸出右手，但元首夫人只向习近平鞠躬，拒绝和习近平握手，随后去与彭丽媛握手。相关视频在网上疯传，引发热议。会讲课教授史豪老师在 X 发文说，中国常说要对抗西方价值观，但今天的握手尴尬证明，连身边的东方价值观和宗教观都未必真正理解。中国的矛盾在这里，嘴上高喊要对抗西方价值观，骨子里却最迷恋西方现代文明的果实、技术、市场、效率，而对内部宗教多元与自由却是压抑和排斥，看不上。网民纷纷嘲讽中共礼宾司干什么吃的，连身边国家的礼节都搞不懂，还要领导全世界。外交部失策，明知道有握手程序，应该通知双方免得尴尬，现在多么的失礼。还有的说，在美国握手失误只是小尴尬，在中国独裁体制下，外事无小事，帝王要面子，奴才要揣摩。秦刚在当年习出访外事，精心反复演练，层层打磨，何况镜头里的事例。外交部真没人了，专家都进去了，让习近平没了面子，轻则一个副司长丢官祭旗，重则整条系统都得背锅。马来西亚和伊朗是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除了直系亲属之外，穆斯林通常禁止与其他异性有肢体接触，包括握手、拥抱等。对中共93阅兵，外界评论已经很多，其中最值得关注之一的是美国总统川普和美国防长的言论。阅兵结束后，川普总统不讳言自己确实看了这场阅兵，但他同时点破中共当局的意图。川普说，北京当局希望他收看这场表演。川普讽刺地称，阅兵是美丽的典礼，印象深刻，但他真正的用意在于展示武力，恐吓外界。川普已要求五角大楼重建军队，对中俄恢复威慑力。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9月3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直言，拜登政府的软弱导致中俄日益走近，这是美国国力被侵蚀的危险信号。他强调，川普已要求五角大楼历史性的重建军队，恢复战士精神，重新建立对中俄的威慑力。
海格塞斯表示，这不是为了挑起冲突，而是为了避免冲突。美国必须在太空、空中、海上、海底以及远程火力等领域保持领先，确保中方明白美军的战略优势不可撼动。防长特别提到，美国正在打造的金琼防御系统是中共永远无法复制的核心技术。他警告说，中共的阅兵只是表演，真正危险的是他们背后的野心。川普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让敌对阵营清楚，美国不仅有能力正面应对，还会始终保持压倒性的优势。海格塞斯并在最后补充说，川普与习近平保持着表面上的关系，但这并不妨碍美国的战略方向在可能的合作之外，永远保持对中俄的全面戒备。有关节目《世界的十字路口》主持人唐浩指出，阅兵暴露了中共5大荒诞。首先是历史错乱，中共建政仅76年，却庆祝80周年抗战胜利，逻辑上如同高中生宣称有大学文凭。日本投降书保存在台湾中华民国国史馆，抗战主力是国民党而非中共。其次是篡改历史，中共教科书宣称自己是抗日中流砥柱，但实际数据显示，国民党阵亡200多名将领，中共仅2人，1人病亡，1人摔死。毛泽东的7分发展、2分应付、1分抗日的721方针，暴露了中共利用抗日壮大自身势力的意图。甚至有证据显示，毛泽东向日军出售情报。第三是偷天换日，中共邀请美国飞虎队后人参加阅兵，营造联手美国抗日的形象，但飞虎队援助的是中华民国，中共1949年后才有了空军。第四是吞噬台湾主权，习近平强调正确二战史观。王沪宁称维护台湾光复成果，但开罗宣言明确台湾归还中华民国。阅兵现场以秋海棠花装饰，暗示中共包括台湾和蒙古的秋海棠地图的野心。第五就是挥霍人民资产，360亿元阅兵经费，在经济下行期烧钱，习近平还大撒币20亿元无偿援助和100亿元贷款给盟友，引发百姓强烈不满。唐浩还谈到了中共阅兵有5大阴谋。他分析说，阅兵实为煽动抗日情绪，引导仇恨日本，转移国内不满。近期当局上映多部抗日电影，与阅兵相呼应，形成仇恨认知战。第一，用枪杆子粉饰其合法性，对外用武力强推扭曲的历史观，对内恐吓人民，压制民间抗争事件。第二，掩饰权力斗争，阅兵营造权力稳定假象，防止人民起义。第三，篡改二战历史，抹杀中华民国地位，施压台湾。第四，用宣泄民族主义转移经济苦难。第五，宣示反西方邪恶轴心联盟，中俄朝一头目齐聚北京，企图推进中共的所谓百年变局，扳倒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伺机犯台。时评人吴建民指出，普京作为侵略者，金正恩作为独裁者，加上习近平的纪念反侵略主题，形成了一个天大的讽刺。侵略者和独裁者竟在纪念反侵略胜利。回顾历史，阅兵往往预示着统治者的灭亡。1981年，苏联搞西方81军事演习和阅兵，被视为第3次世界大战预演，却反而强化了北约的团结，导致苏联在冷战末期崩溃。吴建民预测，中共阅兵将加剧中俄朝与西方的对抗。川普在回应阅兵时表示，最近1-2个星期就会看到结果，暗示美国将以非军事方式应对，如经济制裁。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